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方竹时间，我是方竹，问候每一位知性有缘的你，新年快乐！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来探索2025年的世界将是一个充满了科技创新和古老预言相碰撞的神秘时代。从人工智能到基因编辑，从量子计算到虚拟现实，或许我们正生活在先知们曾预见的未来之中。欢迎和感谢您订阅、点赞、留言，方竹时间。在2025年，人工智能已经进化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想象一下，如果你的个人助理不仅能够理解你的需求，甚至能预测到你的想法，但这种技术的发展是否就如同许多科幻作品中预言的那样呢？科幻大师艾萨克·阿西莫夫，他是20世纪最著名的科幻作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科普作家和生物化学教授。他出生于1920年，逝世于1992年。阿西莫夫以其丰富的科幻文学作品闻名于世，特别是《基地》系列和1950年出版的《机器人》系列。在他的作品中有很多对未来科技的预见。阿西莫夫最著名的预言之一就是有关机器人的。在他的机器人系列中设想了一个机器人与人类共存的未来世界。机器人系列中提到的著名的机器人三定律对科幻文学作品及人工智能的伦理讨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所提到的机器人三定律是这样的：一、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是看见人类受到伤害时而袖手旁观。第二，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除非这些命令与第一个定律相冲突。第三，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的存在，只要这种保护不得与第一和第二定律相冲突。著名的机器人三定律是在保护人类免受机器人的伤害，并确保机器人能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阿西莫夫的这一构想不仅影响了科幻文学，也对现实世界中人工智能的伦理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阿西莫夫还预见了自动化和远程工作的兴起，这在他的许多作品当中都有体现。例如，在他的短篇小说《真正的去世》中，他描述了一个通过视讯进行的远程工作模式，这在当时看来是一个奇思妙想，而今天这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量子计算能否解锁宇宙的秘密。谷歌最新推出的量子芯片让我们离一个全新的计算时代更近了一步。要明白它为什么如此具有颠覆性。量子计算的概念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仍然是一种不真实的想象状态。我们用简单的比喻来总结一下。普通电脑像一个超级高效的算盘，用0和1这两个数字的组合来计算，速度很快，但本质上还是一步一步的算，像一条单行道。而量子计算机就像进入了多条线路的高速公路，它可以同时处理多个可能性，这基于量子力学当中的叠加态和量子纠缠。简单的来说，它不是一次只算一条路，而是一次性把所有可能的路都算个遍。在古埃及，法老的巫师们声称能通过仪式和符咒与神奇，也就是地神沟通，来获取宇宙间深藏的智慧。他们认为这种力量能够指引国家的命运和保护国家免受灾难。在古希腊，神谕的力量也是众所周知的。最著名的是位于希腊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内里的祭祀女皮提亚会进入一种神秘的狂热状态，传达出被认为是来自阿波罗神的预言。这些预言经常有关重大的政治和军事决策，深深地影响到了希腊乃至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历史。在中世纪的欧洲，
炼金术士试图用通过普通金属转化为黄金的过程来揭示宇宙的根本原理。他们认为这一过程涉及到理解和操纵自然界的基本元素，这是一种几乎具有神圣性质的力量。到了2025年，量子计算机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完成传统计算机几十年才能解决的问题。历史上的预言中常常提到的神秘力量能即刻揭示宇宙的神秘，而现代量子计算机似乎就是这种力量的体现。对此，您是不是会认为这不仅仅是科技的进步，也是人类对自然深层次理解的一次展现呢？基因编辑会重新书写人类的代码吗？这又是一个令人惊奇的问题。CRISPR 技术让我们能够编辑生物基因，就像修改文档一样简单。这种能力只存在于神话中，如古希腊的普罗米修斯塑造人类的故事。在古希腊的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与智慧女神雅典娜共同创造了人类。普罗米修斯用泥土塑造了人的形状，而雅典娜则为人类这些泥人注入了灵魂，使他们得以成为真正的生命体。不仅如此，普罗米修斯还从各种动物身上摄取了不同的特质，如狮子的勇猛、狗的忠诚等，并将这些特性糅合在一起，赋予了人类独特的性格和能力。CRISPR 技术是一种革命性的基因编辑工具，它使科学家能够更精确、更快速地在 DNA 中进行修改。这项技术源自一种自然存在的细菌免疫机制，那在医药和生物领域将有更广泛的使用，比如在基因治疗方面来修正遗传缺陷，可能会治疗包括血友病和一些形式的遗传性失明等疾病。那在农业方面呢，可以改良作物，增加抗病虫害、耐旱性的一些能力和提升营养价值。那在生物研究方面呢，可以深入理解基因在发育、疾病和生物过程当中的作用。在生物技术方面，开发新型生物生产系统，例如高效生产药物和生物燃料。CRISPR 技术由于其简便性、成本效益和广泛的潜在应用，被认为是在生物科技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然而，它也会引发了伦理和安全的讨论，特别是关于修改人类胚胎或生产基因编辑婴儿的争议。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可持续能源，永续的梦想会成真吗？《道德经》是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著作。道家哲学核心理念是道法自然，意指是应该顺从自然的规律，不过度干预或控制自然，而是与之和谐相处。在《道德经》中，老子提出了上善若水的观点，水以其柔和顺应、利益万物而不争的特性，成为道家倡导的处世哲学的象征。在美洲土著文化中的自然保护和尊重概念，则是普遍存在于多个土著社群的传统信仰。比如北美洲的土著民族伊罗奎族，他们的宗教和哲学观念中包含了深刻的生态智慧。伊罗奎族的7代原则尤为著名，也就是说，在做任何决策的时候，都要考虑到对未来7代的影响，强调持续性和长远的责任，体现了对自然和环境的深刻尊重和保护。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会成为主流，风能和太阳能的技术已经进步到足以满足全球大部分的能源需求。这种转变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或许也就是对古老预言中和谐地球的现代诠释。最后，让我们来谈谈虚拟现实。这项技术已经达到了让人难以分辨真实与虚拟的地步。有趣的是，许多古代寓言和神话故事中有类似于另一个世界的概念。2025年的虚拟现实技术让我们能够踏入一个完全由数字建构的新世界。
这是否是古人们梦寐以求的另一个世界呢？古希腊神话中的冥界是一个灰暗的地方，灵魂在那里度过了永恒的生活。希腊人相信冥界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人间的存在的层面，有着自己的规则和王者。再比如北欧神话中的9界，这些界别包括了人类居住的米德加尔德、灵魂的阿斯加德以及其他神秘的领域，每一个界都有其独特的存在和生命的形态。这些古老的故事讲述了跨越现实的界限，进入另一个现实的旅程。而今天，这种旅程已经被现代科技所实现。通过虚拟的现实技术，我们能够进入一个完全由数字建构的新世界。这个世界可以是任何我们能够想象的地方，从高山到深海，甚至我们幻想的星球。正如古代神话中的英雄探索未知领域那样，我们通过 VR 头盔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探索那些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另一个世界。这种体验不仅拓展了我们感官的世界，也重新定义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和认知。随着我们今天的探索接近尾声，方舟不禁要问，科技的飞速发展是不是就是古代先知们预言的那个未来呢？感谢您的观看、收听和陪伴，敬请您点赞、订阅、留言，方舟时间，祝您好运好心情，我们下期见。